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添加一些阐释原文的一些段落，或者说是课后回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品读。主要还是因为，如果说只是讲技术分析、图形分析的话，内容显得有点干，对吧？有点枯燥，所以说，添加一些我认为对我个人有帮助的，或者说我能够解读的一些原文段落，或者说是课后回复。尤其又有很多心学缠论的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呢，禅师除了有教你炒股票108课以外，他在平时的时候，你就看他个人的时间，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就是他也在做一个解盘的一个动作，在当年，06年、07年、08年这一段时间。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他在08年1月9号写的一篇博文。那么这篇博文也是比较应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篇文章。我今天也没有把它做成那个 PPT，因为它这个内容并不多，对吧？内容并不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文。这是在新浪博客上。上涨动力来自清洗。2008年1月9号。其实不仅仅是股票，这世界的一个基本玩法就是上涨动力来自清洗。没有清洗，所有人都成功，所有人都吃香喝辣的，那不那就不是全球化资本的美丽新世界了。到达顶端的永远只能是少数。这个其实非常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在股市里面，尤其是不论你是 A 股也好，美股也好，其实只有少数人才是赚钱的。股市里面有一个二八现象。什么叫二八现象呢？就是只有20%的人才赚钱，或者说能打平，那么80%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亏钱的。呃，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市场，肯定是想赚钱的，对吧？那你要想占到那个20%里面的话，那你就要充实自己，武装自己，多学一点理论，多学一点知识。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占到那个少数里面，少数人里面，而不是说在亏钱的80%里面。当然，股票上涨的动力更离不开清洗。没有中途下车的，没有最后被落井下石的，没有踏空的被清洗的，哪里有最后被套的、接棒的，对吧？这个说，好多人被股市里面套个几年都非常正常了。有一些老股民，被套了就装死，他也就不看了。然后一谈到股票呢，就会很不舒服。这种其实在老股民身上还是就是很普遍的。这些都是你即使在股市里面，不论你接触了股市多长时间，或者说炒股炒了多长时间，你只要没有找到那个门儿，没入门的话，你不过就是个老韭菜，对吧？你不过就是韭菜根儿硬了一点，割的时候难割了一点，不是不能割你，就是那个可能需要的力量更大一点。想清洗你的话，可能需要的那个动能更强一点，对吧？但是你最终还是要被割的，逃不掉那个韭菜的那个属性。所以说难呐。炒股之所以难，就是它这个首先你要懂的东西要相当的多，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股市里面的那个标的或者说这个品种太多了。你像他们 A 股里面有几千只，美股里面我之前看了一眼，这现在都快1万只股票了。你想在这么多只股票里面能够挑选出来几个你能够长期做的，很难的，很难的。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很喜欢今天买那个，明天买那个，就跳来跳去的。其实这种就是找不到门路的，他就跳来跳去，确实是比较难，确实是比较难。藐视技术的，最终只会被技术所藐视。对付震荡清洗，本 ID 理论里早给出了最好的办法，分型，对吧？你所谓的分型就是顶底分型嘛。我之前也跟大家常说，你就是光学会了顶底分型这么一个技术，你也不至于猜，不至于懵。你是有明确的技术分类的。
请问，如果震荡连1.1，1逗号1在日线上都没有打破，这个1逗号1代表的是一个上涨，这是在禅师在某一课里面，我忘了是哪一课了，他有介绍过，这个是代表一个上涨的比，那么这就是1.1，1逗号1，这代表是一个上涨，那么这个上涨还在延续中。如果说是1逗号0，代表是出现顶分型了，对吧？那么1.1的话，代表这个上涨还在延续呢。如果震荡连1逗号1在日线上都没打破，说明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呢。有什么可说的呢？对于技术高的，震荡后就要回补，如果没这个反应能力，就不做震荡。这个道理说了 n 的 n 次方了，对吧？没有出现顶分型，你在你的周期里面，它这个是以日线上作为一个例子，你在你交易的周期里面没有出现顶分型，你就可以不看它都，对不对？任何周期都一样，你是交易60分钟的、30分钟、15分钟，只要没有顶分型，你就可以继续拿着就好了。如果说那个你是做多的话，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定理分型就已经很有用了。震荡对于有准备的个股与资金，就是给了一个更好的上涨理由，越震越强，抛下一批人，轻装好前进。所以很多股票在震荡一下后，就开始很无耻的创出新高了，对吧？这震荡就是做一个这个区间，所谓的那个箱体也好，区间也好，就是传统理论他们这么讲，然后继续往上走，这就把很多人拿不住啊，很多人就是一开始震荡他就拿不住股了。所以说我之前跟大家一直分享，就是我们要首先手里的股票数量不能多，一旦多了之后，你是真看不过来呀。就是以我现在这个精力，当然看的图形能够很熟练了，但是精力真是不够。尤其有一些，有时候有事儿的话，根本没法盯盘。那这种情况下，你手里的股票不能多的，比如说就3、5只。禅师之前也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看你的资金量，跟你的资金量也有关系，对吧？一般的人他就是，比如说100万资金，他当然100万资金指的是人民币，那你要换成美元的话就没几个钱了。但是如果说以人民币作为例子的话，可能当时给的是不能超过3只，100万的话就不要超过3只股票。那么但是呢，不是让你重仓去干某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票，而是你要精选个股，或者说是那个基金啦，或者说是 ETF 啦，或者说是指数，对吧？是精选，而不是随便选3只，然后今天这个做这3只，明天做那个3只，不是的，而是你要通过3个维度。基本面比较关系，然后才是技术面。3个维度选好了，这3只我要长期做，我长期看好他们，3、5年我都要，只要它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都一直做它们。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精力才能够更集中。这是在这个持仓上一定不能太多。其实这个巴菲特也好，芒格人都说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很多道理啊都是相通的，不论是巴菲特、芒格，还是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基金管理者，都说过很多次。尤其是你的资金量不太多的时候，不要太分散。你分散到很多篮子里面，感觉好像是把风险分散了，对吧？但是你的盈利也分散了。你分散其实吧，就是还是不了解，不够有信心，你才想分散。你如果说非常了解了，你调查的非常仔细了，你要进场之前把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它的比价、它的在这个行业内的那个地位都已经分析的很好了，你不需要分散，你不需要分散的。所以说，你之所以分散，是因为你不了解，你才分散。那么，禅师也好，或者说巴菲特、芒格，他们都说过，其实你分散资金投到很多个里面的话，是非常愚蠢的。这个都是说过很多次了。呃，无耻一定是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本 ID 反复说了，年初越无耻越有面包，1月10号都没过，就想着逃命，那干脆今年什么都别干了，回家学君子剑吧。技术上的情况，昨天早说了，就是第二、三种情况的选择，5分钟还是3分钟中枢的选择，不管是什么，最终都以是否有效站住5462点为标志，站住就再狂飙，突进一次。
站不住就歇歇能量，聚集够了再来。这个5462，我看一下当时这个我们这个 A 股的这个图形，看一下当时2008年在禅师他解盘的那一天的那个图形，我们这样能够有一个比较更清晰的知道禅师在说什么。你看这个我已经标出来了，这是2008年1月9号，这是在那天，对吧？那么在那天的话，我们看一下裸 K，它这个是没有出现明显的顶分型的，这个顶分型还是一个包含关系的，看到没有？所以说它这是一个1-1.1，它是一个延续的一个状态。那么他说的那个点位呢，5462在这儿呢，5462，也就是说当时是从6124下来，6124下来之后的一个反抽。那么反抽如果说站上5462的话，那么有希望可能相当于一个颈线，对吧？相当于一个颈线。如果说能够站稳这个位置的话，能够继续往上走一走，看能不能再次突破6124。如果说这个位置站不住的话，相当于一个压力位了，相当于一个压力位，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不去，那就还要继续往下走。那么我们现在能知道，当时这个反抽啊，尤其是在周线上，这是62，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尤其在周线上，这是3笔下跌，然后一个3笔反弹，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周线大二脉，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周线大二脉，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的分析，有的时候，禅师他在他讲的原文里面，其实很多分析，直到现在，我虽然已经学了禅论十几年，有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他这个，看的点位。要按照我现在分析的话，你看它是一个3笔下3笔上，那么我可能会测一下，在当下它反弹到了什么位置，对吧？在黄金分割上，就是从这个最高点。然后它这是3段下来，然后3段反弹，刚好是到了0.0、0.5的位置。按照我之前跟大家经常用的这些工具，对吧？它这个反弹就是一个相当于比较偏中性的一个反弹。那么到了0.5，也就是半分位吧，就前面下跌的一个半分位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上不去。那么大周期上又是一个二卖，那这个位置肯定要卖一卖啊，减一减，又是一个3段的一个反弹。那么3段又可以构成它上一个周期的一个线段了。就是这个位置，即使是不知道什么5462的话，你也应该减减仓，对吧？这就是利用你2个周期，不要单看一个周期，千万不要单看一个周期，要结合本周期与它上一个周期的关系，要那个利用这种多级别联立的这种优势。而个股并不大关心这些，因为资金很饿，管你站不站住什么傻点位，市场这么多资金，就算指数大跌，个股行情也依然不含糊。所以，本案例早就给了各位一个明示：疲软指数，高潮个股。其实跟现在的这个美股也一样，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尤其是周五，这个指数出现了一个大跌，又是一个快跌。那么，其实很多个股还是很活跃的。很多个股还是那个上涨的很厉害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指数也好，只是给到我们一个大环境，对吧？很多时候只要指数不是特别狂泻，尤其像那个疫情期间那种大跌的话，那可能是非常吓人。只要不是那种情况的话，个股还是很有表现的。今天谁能越早把面包赚到手就是牛人。年初不大胆，难道等着年底倾家荡产？慢慢的。锅热了，大家伙也会变只蝴蝶，满天飞。在站住5462点前，震荡依然继续。震荡中会有3种人：随便抽血的，看着周顶分型睡觉的，被左右巴掌的。你希望成为哪一种？线下再见。这就是禅师在这个08年1月9号写的这简单的一篇文章。其实对当时能够跟着禅师一起学下来那帮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可以一边学习禅师的文章，一边在市场里操作。有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些客户的一些这个问题回复，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利用这个复盘，然后看一下禅师的文章，然后结合一下当时的那个图形。这样的话，你也能够体会到当时禅师的一种心情，禅师的一种那个体会，有点类似于我们跟禅师在这个股票上一次那个约会的那种状态，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课，然后回到我们的 PPT 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周那个要出的这些跟那个宏观经济相关的一些数据。周三有一个那个原油数据，周四有一个就业的，然后还有一个周五。这都不太重要，说白了都不太重要。那么，主要还是下周有个最重要的就是英伟达的财报，11月20号盘后要出英伟达的财报。现在市场的最终关注就是，大科技就剩它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要复盘的这些，先看一下标普指数。那么标普指数在这个周五出现了一个大跌呀。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周期线。首先，月线上，那么现在还有将近2周的一个时间吧。现在最高点6017，这个价格不一样，调整一下，6017.31，对，现在是历史最高点6017.31，现在还没有顶分型，对吧？没有顶分型，那你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是月线的话，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因为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所有的转折都要有顶底分型的，月线上没有顶分型，想要下一个月，12月想要出现顶分型，那就需要跌破11月的最低点，也就是5696.51，对吧？那么在周线上我们立刻就能知道，但是呢，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一段的内部，要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次级别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相对挺饱满了，可以掉头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提前准备嘛。尤其是对那些资金量特别大的家伙，尤其那些机构了，他们不可能是出现了明显下跌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是明显这种情况的时候才开始卖呀。那岂不是他们资金量大，掉头是非常难的？那岂不是越来越快，加速的往下跌了，对吧？所以说他们肯定是越涨越跌的，都是在上涨中减仓，在下跌中加仓，都是这种类似一个左侧交易。对他们来说是左侧交易，尤其是资金量非常大的，他们不可能右侧交易的。那么右侧交易相当于追涨杀跌了，那么对资金量大，那是很容易亏损的。这是资金量大小有一个区别，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啊。资金量小，我们可以尽量的买在这个拐点的这个位置，对吧？我们尽量要买在拐点的位置。那这样的话，我们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那是非常舒服的。资金量小，转身很容易。看一下这个次级别周线，那么周线上从3491上来之后，只有一个中枢，现在还是这个按照我们的模型的话，还在走小 B 段。那么小 B 段没结束，想要结束的话，还要再回撤一次。针对这个中枢的话，看它的位置，回不来的话还是3买，对吧？想要测位置的话，就用这个斐波那契，看一下它在哪个位置。这些位置我也说过，不是什么魔法数字，只是一个到了这个位置更容易出现支撑，它只是更容易出现买盘。那么类似一个你在开车的时候，类似一个十字路口，哎，到了十字路口了，有那个红绿灯，你看一下，到了这个位置是绿灯了，但是呢，如果说路况还不够好，路况看什么呢？就是看它的次级别，对吧？红绿灯只是说这里出现一个底分型了，又到了一个0.382的位置，那么我这里虽然是绿灯，但是堵车，对吧？下跌动能很强，那么我这个时候没办法快速往前走，那我再等一等，再看一看，或者说呢，我把我仓位降低一点。那你要在那个路况上的话，就是把速度降下来，对吧？稍微就跟着。如果说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话，所以说是现实中的事情道理都是一样的，对吧？那么只看你会不会用了。那么到了这些位置，那么0.382、0.5呢，都算是如果说回撤到这些位置的话，还是
多头，就是只要不跌破0.618的话，那么整体的这个上涨大趋势还是没有变化的，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进场大胆做多的。但是如果说杀到了0.618了，那就说明这个空头的这个动能很强，那么这种反弹我们可能都不要，因为它直接就变相了，对吧？但是呢，不是到了这个位置你才发现变相，而是在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次级别下来的动能特别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非常警惕了，对吧？那么不是到了这些位置才去卖，而是在上面的时候就要减，出现涨不动了，上面给你一个顶分型，现在还没有顶分型呢，出现一个顶分型了，你就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个位置就开始卖了，而不是说到了0.618才开始卖，那都晚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最高点66017，对的，顶分型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本周因为这个本周周五这个大跌造成了这个整个的一个上涨全部被吐回来了，全部回吐，相当于这个本周的一个类似一个光头光脚的一根阴线，就是类似这根 K 阴线一样，对吧？所以说几乎是收在了最低点。那么这是周线上，那么周线的顶分型还没有出现，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这是平时我在做解盘的时候说的这个4103这个位置。那么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又有第二个中枢出现了。那么这个中枢出现之后，还出现了一波上涨，只不过就针对第二个小中枢还没有出现三买和三卖，对吧？那么因为三买和三卖是用来判别是否继续围绕中枢震荡的一个标准，所有的结束中枢震荡都需要出现三买和三卖。那么在没有出现三买和三卖之前，它还可以被拉回来的，拉回来之后就继续中枢震荡，也可以跌穿这个中枢，然后直接一个反弹不回到这个中枢，然后往下走也可以的，对吧？就看它的力度了。那么这个已经回撤到了0.5的位置了，针对这个小中枢的位置，也就是针对这个起涨点5696，这是在我周二、周四解盘中已经说过了。那么虽然说到了0.5之后，它得到了一点支撑，在周五收盘的时候得到了一点点支撑，有一点点反弹，但是因为它的内部现在已经够回撤够一笔了，对吧？有5根 K 线，尤其又是一个跳空缺口，它的内部我们之前是看在应该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说过一点点，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回撤这一笔，这就是以6017这个起跌点啊这个位置。那么它呀，就是一个1、2、3段，现在是1、2、3笔。那么第3笔它的这个力度很强，没有背驰。那么在周五直播我们说过，它虽然说到了这2根均线120小时和这个200小时这里是得到了支撑，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看到没有？出现了一个底分型。那么这个反弹你有能力做可以做，对吧？你想吃这个反弹没问题的，但是呢。至于我而言，我是不要这个反弹的，我要的是一个有背驰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反弹到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但是又碰不到前面这个低点的话，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5960。如果说碰不到5960，即使到了0.618、5948的话，都是一个4浪反弹，它还有5。我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多空力量的比较。现在的多空力量比较，那我知道是空头强，也就是说下跌的动能强。那么我是主要做多的，那我在空头力量强的时候，我是不进场的，甚至是之前已经减过仓的话，那就等待它出现变化的时候。现在力量没有出现变化，我要等待的是力量出现变化。什么叫力量出现变化呢？就这个时候，你要么是跌破。你要么是再次跌破5853，你不跌破也可以，这是2种情况，一种是跌破，一种是不跌破。如果说跌破了，那么我就要比较一下这第3段和第5段，哎，这2段下跌的，
我就可以比较它们的力度了，它们有没有背驰，是不是第五段力度有再结合它的内部结构，不单单是看本周期的，还要看它的次级别。现在是1小时，我还要看15分钟、5分钟，这个内部有没有够饱满、够充分。那么在这个1小时上又出现背驰了，那这个位置我肯定要尝试进了呀，尝试做多，因为力量出现了变化，力量出现了变化。那么如果说没背驰，或者说没有那个跌破这个5853，那这也是出现力量的变化。前面是一波下跌，然后再次下来，没有办法跌破前面的低点，就是一个小二买了。这个位置可以做反弹的呀，这个位置完全是它可以是一个弱反，也可以是一个强反。那么至于是什么反弹，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要反弹一笔，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做中枢啊。这个就是缠论的那个走势必完美的那个原理告诉我们的，它必须要做中枢出来。至于这个中枢是非常力度强的还是弱的，我们不知道，这涉及到预测，没有人知道。所以说这个反弹是可以做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一个弱反，你再出来，因为它做完中枢之后还可以继续下来，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在下面再做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之后，这样整个结束这波下跌是可以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上涨不背驰，如果说这个123不背驰的话，你发现没有？这个图形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禅师那个文章一模一样，就是那个 A 股的那个指数，只不过周期不一样。他说的那个周期是日线，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1小时的。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要看3和1和3和1背不背驰。如果说不背驰的话，那还可以有4和5，对吧？那么甚至是出现5段之后，还可以回来做中枢，然后再往上走，再衍生成第二个中枢来，这就是后期一个演变了。如果说1和3没背驰，但是呢没背驰，但是它也可以一个快速下杀，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二脉了，这就变成了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二脉。怎么能够掌握这些呢？就是一定要基于你的交易，你首先定好你的交易周期。首先定好你的交易周期。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这个1小时还是太小的话，比如说你平时根本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没有时间看盘的话，那么你需要把你的交易周期放大。那么你针对这些周期来配置你的仓位，对吧？那么这些小的波动你根本不需要关注它的，它爱怎么动怎么动。那么在大周期上我已经减过仓了。日线上我再看一下裸 K， 日线出现了顶分型，我都减过仓了，没有顶分型我什么都不会动的。你不出现一个顶分型，我是不会进场的。顶分型出现了，你不给我一个底分型，一直跌，我没有进场的机会，对吧？我需要出现一个底分型，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内部有没有结构，是不是带中枢的，还是说只是一个浪形的往下走？如果说快速下杀的话，我还是不进，我需要进需要出现，比如说调整的够充分，有2个中枢之后，我可能才进，对不对？所以说，设置好你的周期，设置好你交易的周期，你看图的周期，那么根据自己的情况，用顶底分型，你已经能够很好的应对这些了。就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分析了一下，利用这个完全分类推演了一下后期的几种情况。那么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种，先看一下这个 VIX， 这个我在上一周的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国漫谈里面，还有周4是没讲，忘了讲了，周2是讲过这个。我一直在说一个位置，就是这个14.46，它跌破14.46之后啊，就容易出现背驰，因为其当时这个前面这段的下跌 MACD 特别猛，后面想要达到同样程度的话，在短期之内是看不出来那种迹象。确实图形上这样也是这么走的，看到没有？最低点是在13.59，这个 VIX 最低在，也就是这应该是周4，11月14号周4，在周4的时候最低达到了13.59，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快速回升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看一下裸 K， 当天在周4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儿，对吧？这个下影线比较长，然后收的是一个小阳线，对吧？所以周4的时候，如果说你一直盯着这个 VIX 的话，每天复盘的时候发现它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它又是跌破了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14.46，又是跌破了这个位置，出现背驰了，然后MACD 又出现了开始又走缓的迹象，那这个时候又相当警惕了。那你不需要等到周五大跌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减仓了。那么周五的大跌只不过验证了这是背驰了，它开始回来了，对吧？那么现在该怎么做呢？但是呢，好就好在你看前面的这些下跌，前面这些就是 VIX 上涨的话，说明股市是大跌的。那么你看前面这里这段的是那个往上窜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它是在0轴以上，所以说下杀的力度特别强。它上涨的力度越强，说明股市那边下杀的力度越强。那么它是在0轴以上才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的？还有这里也是，这段也是，它也是爬上了0轴，对吧？得爬上这个0轴，在这个 K 线上的话，你得在120天和200天之上。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个下面的话，只要不冲破这个120天、200天，都不会，就是在针对股票那边的话，都不会有什么大跌。你即使上去，但是它这个0轴，就是这个快慢线，不能够冲上0轴的话，也不用太害怕，对不对？如果说两个都出现了啊，它又站上了这个120天、200天均线，然后这个 MACD 的快慢线也上到0轴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是需要相当警惕了。那么它随时可以继续往上窜呢。那么这种快速上涨的话，对应股市那边下跌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整体来讲，现在是需要提高警惕了。只要不能够突破这两根线，然后也不能够突破 MACD 的话，都只是小幅震荡，都只是小幅震荡。这就是通过 VIX，然后先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因为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没有讲这个，然后在平时解盘的时候也好像讲的也不多。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图形，现在是周线。周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那么这个中枢我这个回撤这一笔啊是一个递归的一笔。我们看一下裸 K，严格定义呢，这里是有这些 K 线是有包含关系的，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是不够一笔回撤的。但是在我这里，我是把它画成一笔来做的，其实区别并不大。你要是不当成一笔的话，就是一个五段，1、2、3、4、5，就是现在是一个第五浪或第五段。当成一笔的话，这里就是有一个中枢嘛，区别并不大。那比较的时候呢，你可以是这个1、2、3先比较，这个第三段和第五段比较，也可以是这个中枢内部比较，它这个组件来比较。但是不管怎么比较，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就是最后这段的 MACD 和前面，如果说是有进入段的话，是在这里，对吧？MACD 明显小，面积明显小。然后快慢线的高度明显低，这个跟这个差不多，基本上齐平。但是如果说是中枢内部比较的话，我们比较这段的话，它的这个快慢线的低，对吧？然后你也可以是两段，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都打高点了，这是出现了一个高点的，这是一个。如果说这三段你要比较的话，它是出了高点的，那么但是快慢线并没有出高点，面积太弱了。偏弱，现在这个偏弱，所以说，我并不看好周三这个。当然了，财报的数字肯定是好的，就是说又是盈利了多少多少多少，但是呢，可能没有预期那么强，因为市场涨跌主要看预期嘛，就看你在之后的下一个年度画的大饼够不够大，对吧？你讲的故事够不够好，够不够好听，够不够吸引人，这才是市场要看到的。市场都是往前看。你出的数据出的那个财报是过去的，并不代表你之后的，市场更关注的其实是之后的事儿。那么我个人并不看好它那个是上冲的，而是一个回撤。如果说出现回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位置，对吧？如果说看它能到哪些位置吧，到了哪些位置之后回不到这里的话，还是300，对不对？这是这个周线上看一下日线。然后日线上这个从起涨点90.69，就所有的这些在周线上都是一笔，在日线上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回撤一个300，然后再次打一个高点，对吧？也就是说，从115.14之后已经有3笔了，在当下的时候你是可以比较它的力度的，刚好冲到了0.618，在周五的时候。
在周四的时候，我们那个做解盘的时候，好像大概提了一句，我说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上是有个中枢的，它也是可以选择继续向上走的，在这里再做一个1小时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也是可以的。但是那只是完全分类中的一种情况，它还有下跌的那种情况，对吧？也出现了顶分型了，但市场是选择了下跌。那么选择下跌之后，现在这里是有一个反向中枢了。也不是反向中枢吧，就是第二个中枢了。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的话，这是第二个中枢，它也是可以在这里做第二个中枢之后再打一个高点，以这种方式结束这个也可以。那就看它在这个尤其是下周的头3天吧，头3天看能不能够是不是要延续下跌，还是说是要返回来抽一次？可以头3天也可以是直接给你拉3根阳线，出现一个高点，然后现在就很饱满了。一个中枢、2个中枢，还有一个小高点，非常饱满。然后一个财报，一个跳空缺口，直接往下走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说，不管怎么讲，它现在这个结构就是以149.77作为一个最高点，结束整个的从90.69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中枢带一个小3买，结构很饱满呐，结构很饱满。所以说它直接要砸回到这个，先看一下它这个空间，从周五的收盘价到120天的话，12%，回到中枢里面的话是14.8%，就将近15%吧。还是主要看这个头3天。那么因为我们周二还是有做盘中解盘的，周二的时候再跟踪一下。但整体来讲并不乐观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倾向。往上走的话，那也是有中枢了呀。如果说选择往上走的话，这已经是第二个中枢了。那么再走 C 段，这就跟那个指数那边又一样了。指数呢也是2中枢之后一个上涨，也上不去多少啊，也就是 C 段，就是尾段，说白了就是。哎呀，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先看一下这个裸 K。我们不看裸 K，我们看一下大周期吧。大周期在这个月线上，下面有一个中枢，现在是月线第二个中枢，现在在尝试月线离开，但是这2个中枢高低点是有接触的。那么中枢出现了一个扩张，出现扩张之后，针对这个月线这个大中枢啊，如果说上面有2次回撤的话，针对这个大中枢还是一个3买，这是这个利用这个大中枢。但现在这段还没结束，现在只有1笔。很多人问，这个非要成1笔之后才能结束吗？这样结束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么，直接走反向也是可以。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最后这段，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从这个主要是从49050这里看。那么49050的话，它在周线上只有1笔，看一下日线上有没有结构，就是说看它结构够不够饱满，主要是看这个。好的，这就是它的起涨点49050。那么这是进入段，然后构成中枢，然后缠上去，然后再次做一次回撤动作，一个3买，对吧？这个是中枢3买，然后再一个离开。然后我们之前是比较过这个力度的，再比较一下，已经到了1.618了，对吧？不背驰，这段不背驰。但是呢，本级别不背驰，它的内部我要看它的内部也够不够饱满。你需要2个周期一块看，第二个它是次级别，也就是1小时上是已经有2个中枢了，也就是看一下这个起涨点66783这里，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1小时上，因为它的次级别是4小时，在4小时上是没有结构的，那么1小时上非常清晰，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它在做第二个中枢的中枢震荡，那么就看呢，它能不能把这个中枢做大。现在是1、2、3、4、5、6、7、8，哎，现在还没回来，马上要回来了。如果说要回来的话，这个中枢就变成9段了。9段之后，这个中枢升级了。它如果升级的话，那前面这些所有的都变成进入段了。从这个66783这里全变成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大中枢，一个9段升级的中枢，它可以这样继续往上走，在上面再做出一个大的9段升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2个中枢。以这种方式结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现在马上要回来了，现在马上要回来，因为比特币在周末也是能交易的，对吧？它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边来了。
但是如果说能够踩一下这个120小时均线的话，得到一个支撑，才有力度继续往上走，大概率是要回来。看这个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盘感的感觉它是要回来，回来之后得到一个支撑再上去。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比特币的话，就不要去玩它的合约，那个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个是有杠杆的。那么对于我们小散户的话，就买点 ETF 就好了嘛，对吧？他长期看好它的话，就买点 ETF 就长期拿着。然后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特斯拉因为这个马斯克的一个深度介入特朗普的一个竞选，那么特斯拉的估值上也是出现了一波上涨。那么在大周期上，我们看啊，现在看的周期是3M，就是每一根 K 线是一个季度，下面是有一个大的季度的季线的一个中枢。那么这个从414跌到101，是一个季度的一个大三买，现在只不过就是一个在做季度的第二个中枢呢，其实。那么现在是季度第二个中枢的第二笔，就是这是中枢的第一笔，这是中枢的第二笔。现在要看这第二笔有没有结束，就是这么个事儿。其实就这些季度的 K 线里面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月线三段，月线上是一个三段，你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三段的一个力度。刚好是到了0.18，sorry，刚好是到了等比例336.28，看到没有？到了等比例，但是突破了一点点，到了最高点是358.63，但是又被砸回来一些，现在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等比例下面，看到没有？336.28。如果说你不贪心的话，你起码能卖在336这里，对吧？那么上面的从336到358这段是就不归你赚了，起码有这个技术分析的话，你起码不会，你卖不到356，你也能卖在336，对吧？就是这就是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也就是说斐波那契扩展器，你能够找到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就看什么呢？从这个138这段138到358结没结束，对吧？它如果结束的话，那就可以走反向了呀。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打再往上走也可以，甚至是呢那个就砸回来，给到一个季线上的一笔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看它有没有结束嘛。看一下这个次级别，周线上从138也是三段，也是三段。好，这里已经做过这个扩展器的一个分析了，我们把它清掉，重新分析一下，也是三段，周线上也是三段。看一下这三段，它这个也是突破了等比例314。那么现在虽然说收在了314之上，但是本周这根 K 线是相对偏空的一个，对吧？基本上是一个上面有上影线，然后 K 线实体特别大，但是基本上收在了相对低的一个位置，对吧？最低点是多少？309。那么周五是收在了320，偏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相对是偏空的。那么如果说下周给到一个底分型，sorry 顶分型的话，那就要跌破309.22。跌破309.22之后，它就有顶分型了。那么就看它是不是要先回撤一笔。周线上要回撤一笔的话，那就看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高点271。碰不到271的话，那就是一个1、2、3、4，还可以有5，对吧？如果说碰到271呢，那就是这里做中枢。做中枢之后，这个回撤结束，看它是不是要再打一个离开，甚至是就是继续这个中枢震荡也可以。但是现在明显还没完事儿。它这个动能没消化，看这个快慢线的张嘴张得非常大，然后柱子的长度也在伸长，说明这段啊，从这个182这段没结束。然后我们现在关注重点来了，就是关注重点就是最后这一段182这段182它在周线上只是一笔，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说明它内部没完事儿。看一下它的结构，182，这就是我们利用禅师给到我们的这个区间套。层层降低周期，然后定位，这就相当于一个 GPS 定位，跟 GPS 定位一样的。从高周期，然后看大方向，然后找位置，然后一点点缩小，然后那个把这个显微镜，类似一个显微镜度数越来越大，那么就看得越来越精细。那么看得越精细，那你所能够那个进出的点位就能更精细，你就越能接近那个拐点的位置，也就是182这个位置，构成中枢。一次离开，然后回撤。这个回撤我之前说过，它这个离开这段是不够比的，
因为有一个小缺口，它是只有4根 K 线，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吧？中间有一个缺口，只有4根，但是呢，它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笔回撤，非常明显的一次回撤，然后回撤这个是不是要回到这个中枢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三买，或者说叫类三买、强三买都可以。这个位置如果说能抓住的话，那你肯定比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三买了，对吧？针对这个中枢的话，如果说你这里全当成一笔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三买，因为它现在是或者说真正潜在的一个三买，因为这个还没有出现底分型呢，它也可以继续向下延续。如果说继续向下延续，只要不回到这个下面这个中枢，它都是三买，都是三买，它可以在这里继续做中枢，做第二个中枢也可以的。所以说呀，那么就看它这段，那么从238这里一个上涨的话，又回踩到了0.382，然后也回撤够笔了。然后在周五我做直播的时候，好像也看了一下它的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已经是一个等比例，它也是用到了等比例，三段，然后回撤到了一个等比例，然后出现了反弹，对吧？你要等的话，或者挂单的话，你都可以挂单尝试的。这个1小时上这个周期，你可以分配一点仓位挂单玩。如果说没有时间盯的话，对吧？起码这段309你挂在310，收在了320，这10刀是很容易能赚到的。如果说你只是用挂单的话，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反弹还不够笔，反弹够笔之后呢，就看这段的力度。如果说力度不够强，只是碰到了2323，那么还可以再下来，因为这里只是构成了一个中枢之后，因为这个中枢不够饱满，这个连那个碰到了这里，那只有刚刚构成中枢，它还没有离开，甚至可以再做一个中枢出来，然后再下来。只要不回到下面那个大中枢，哎，这个位置都是三买，对吧？也就是说，现在的结构相对偏简单。什么一种情况结构简单也没有问题呢？就是这样，这里是3笔，这笔力度非常强，直接突破了前面两个小高点，然后一个回撤，直接往上走，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你即使结构简单也没有问题，因为在强势的状态下，它不会给你太多的震荡的，尤其是在多头很强的，可能稍微一个3笔的回荡之后，它直接就往上拉了。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个二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买回来，因为这个是一个上面的力度没结束，大周期是一个123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很容易出现这个在这个回撤的时候只给你一个3笔的一个回撤。如果说你不及时买回来的话，后面这段上涨跟你没关系，晓得吧？所以说这个二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买回来。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QQQ，也是大家要求添加到这个解盘里面的。那么 QQQ 的话也是周线上之前是出现过一个高点的，这个515，对吧？下面有一个中枢，它是结构偏饱满了。现在周线上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然后又出了一个高点，它结束整个的一个上涨也没有问题，对吧？那么就看它这个回拉，也可以是这样，它回拉之后把这个中枢变大，超过9段之后也可以，前面都变成进入段也行，对吧？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先回拉一次，回不到中枢，变成一个小三买，然后再打一个高点，然后再结束整个，对吧？因为你不能说整个上涨结束，而只是说整个的结构相对偏饱满，就是尾段了，就相当于如果说你是从下面254这里吃上来的话，对你来说这就是尾段啊。那那帮资金大的那帮大鳄也好，他们肯定是现在是做减仓动作，而不是就往里追啊。这傻子一看，大概一看那个图形，看一下裸 K， 你大概一看你也知道这个位置是相对位置偏高的一个位置啊，你肯定不会资金量非常猛的往里追啊，你说呢？即使你不懂缠论的话，你也知道这个位置是偏高的，这才是低位呢，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肯定不会再继续大仓位的往里进，除非是你能把它震得非常饱满了，哎，结构非常饱满，非常充分，你知道了这个位置有一个更大的中枢，前面都可以是进入，那这里才可以继续往上走。在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之前的话，它是不会出现大幅往上走的，已经都一个是 C 段了，对不对？所以说看它什么时候回来，然后看一下423上涨的这一笔日线上。也是饱满，也挺饱满。423进入2次回落构成中枢，再一个高点打出去，但是呢力度不够强。你看它这个 MACD 跟前面这个一比较，对吧？弱了。那么你什么时候卖呢？肯定不是说在最强的时候卖呢，肯定是出现顶分型才可以卖呀，对不对？
你卖在510也比你卖在496强啊，对不对？你即使用那么顶底分型一个这个技术指标，你也不至于抓瞎呀。而且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个看这里有3根 K 线并排，然后这里也有3根 K 线并排，说明有2个次级别，有2个小中枢了，或者说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级别，可能需要现在是日线的话，你可能需要看15分钟账，或者说5分钟账是有2个小中枢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谨慎一点了，不需要等到有一个小高点你就应该减仓了，因为都是尾段了嘛，对吧？你这个位置是要往里进，或者中间往里加，而不是说在尾段的时候往里猛干，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你即使用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你也能够卖在相对偏好的位置，而不是至于在这个位置你去恐慌杀跌去，对不对？那么现在已经回来了，回来也是因为下面有这个中枢，看看能不能够拉回到中枢里面继续震。因为这个 QQ 嘛，都是大的科技股，因为周三又有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就看这个财报能够给他一些，是不是这是一个三买呢，还是说是要被拉回来？那没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仓位的一个配置，已经出现高位了，我偏高了，我减一减嘛，下来了，哎，又回到中枢里面继续震，那我就再加一点嘛，对不对？然后看一下这个 IWM，也就是罗素2000，它是一个小盘股的一个 ETF。先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也是复习一下。这现在是一个月线的一个周期，在月线上，它从这个最高点242、244下来之后是一个3比，做了一个大周期的一个盘整背驰啊。这个161这个位置非常完美的一个盘整背驰的，就我之前跟大家常说的，你起码要有出现3段背驰啊，多空力度比较出现弱的时候，空头弱了，对不对？这3段说明是空头弱了，这是1、2、3，第3段跟第一段比较弱了，这个时候我才可以进呢，而不是说第3段很猛的时候，它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的时候我就往里进，那不对呀，对不对？所以说，即使是这么大的一个周期，即使现在是一个月线的一个大周期，都能出现这种情况，那需要你有非常好的耐心呢。这种没有耐心，你是吃不到这么一个好的位置。买在161、162、165，都后面，对不对？这种大周期，你如果说能买在这么一个，非常，你看它的 MACD，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在0轴附近一个一直爬在这里，然后出现一波上涨。就是这个买在这个低位的话，你的心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你起码一旦涨上去之后，你是不亏钱的。你只要能够保证你在市场里不亏钱、不亏本金，你都不会太害怕，对吧？你起码不亏钱，顶多是亏点时间而已。这也是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多人问那个巴菲特啊，你说你投资这么成功，有没有什么这个黄金定律啊？有没有什么那个忠告给到大家？巴菲特就说啊，我的忠告就是3条：第一，不要亏本金；第二，看第一条；第三，看第二条，对吧？就是一样的，跟禅师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本金不要亏损你的本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成本要够低，你的持仓成本够低的时候，你的心理上就非常有优势。成本到零到负，那就更好了。它跌到零，跌到公司都跌没了，你也不会亏钱的，起码只是耽误点时间而已。你只要不亏钱的话，所以说成本是最重要的。看一下161这段它的内部，周线上一样还是一笔，但是呢，它中间是出现过很多次的这个回撤，但是回撤都不够比。但是你看它这个左侧161的左侧，这个周线上是有这些结构的下来，说明抵抗性非常强，对吧？就是下跌的时候，这个多头是有抵抗的，那么上涨的时候，这个空头抵抗就相对偏弱了。你看那个都不够一比呀，说明还是多头强，对不对？所以说它用了一笔的结构，就涨到了几乎是前面高的位置，说明现在还是多头偏强的位置，多头偏强的一个走势。那么再看一下从161上涨到242这段的一个内部，那它这段走的就相对的一个非常复杂了。从这个161，这里是做了2个中枢，然后中枢的这个高低点有接触，出现了一个中枢扩张，升级了。升级之后，从204这个位置，哎，2次回撤，这个大中枢升级之后2次回撤还是3买，然后这是这个
特朗普一个选举，川普有一个选举之后一个上涨，对吧？完美的一个出现2次回撤，一个300。如果说你不知道缠论，没学过缠论的话，你都发现不了这个300，对吧？你不知道在技术上有什么意义，所以说这就是理论给到你的一个优势。那么现在就看它怎么演变呢？如果说不回到这个中枢的话，这里还可以再做第二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这样完成从204上涨的一个，这就是小 B 段，其实是下面是大 A，在理论里面这是一个大 A，然后这是小 B 段，然后走完小 B 段之后，可以再把第二个中枢再做大，跟前面那个大 A 级别一样，然后再打一个高点，然后再结束也可以的，对吧？之后走势就相对复杂一些，那么需要再去跟踪它。这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的一种情况，它也可以回来。回来的话就是把这个中枢变大，但是不能超过9段。如果说超过9段的话，或者说到9段，那就中枢又变大了，就是更复杂了。还有就是走反向，因为现在是一个大中枢带一个小300，然后又有一个高点，可以结束了呀。从这个位置，从242可以走结束的。首先要打穿它，对吧？甚至给你一个反弹，不回到这个小中枢里面，直接走反向也可以。所以说，如果说，但是在它下跌过程中，我们是有这些观察位置的，有临界点的，这就是缠论给到我们的临界点。什么是临界点呢？首先，中枢上沿224.94，首先到了224.94之后，你就看它能不能够支撑得住。如果说支撑不住，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就看这个中枢的中轨，对吧？只要在中轨以上，还是偏强的，就多头偏强的，连中轨也扛不住，直接砸穿中枢，那么就看中枢的下轨。如果说这些位置、这些临界点都扛不住的话，那就基本上走反向了。你这个时候做多就需要相对的偏谨慎，因为是空头强啊。那么你不需要等待它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才知道要下跌。是到了这些临界点都扛不住，那说明这个抵抗力量是非常弱的，那可能是就走反向了。所以说，就是在每一个位置、每一段都有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些位置不能做出现大的反弹的时候，那你就要相对谨慎了，对吧？这就是利用这些，你下跌的过程中，你要知道观察什么，知道哪些是临界点，知道哪些可能出现支撑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这些临界点起到的一个作用。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